从7000万到3.55、3点几个亿的。我的天哪！然后一天售罄。徐经理你好。你好，你好。你一直是在就主要做新天地翠湖这一块是吧？对的。就你主要主攻的是高端豪宅市场是吗？是的。哦，那这边的翠湖啊，我查网上的信息嘛，就我看到那个说24年开盘的翠湖6期啊，均价大概是在21万每平方嘛。是的。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它现在的话，因为还没交房嘛，它还在施工当中。还在施工。但是它是从9月27，不是，对，927。它非常卡的好，这个时间点卡的好，因为927后来国家会出新政了嘛，对吧？它就在那个时间点就一天嘛，然后就全部就是销售空了嘛。全部销售空了。对，108套。哇塞。然后面积是从435平到1200多平，然后全是大户型。对，起步价就是从7000万到3.55、3点几个亿的。我的天哪！然后一天售罄，包括选房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钟，一下午全部选完了。它是均价是21万，但它地区的价格在16、17万。16、17万，高区23万这样子，23万多一点。但是算它持有成本的话，你算它是期房呀。是。你从你银行的按揭贷款，还有这几年的控制期啊，算下来到手的话，就是交房的时间，应该是在28万左右。每平方28万左右。你要说它到交房之后，市场价二手房的市场价是这个价格，我们现在不能乱说。因为现在我们只能参考现在目前的翠湖4期和5期现在的一个二手成交价格。现在怎么样？现在5期成交价年前12月份338平的，就是翠湖5期的2号楼2503，它是1.02个亿成交的，它的面积是338平，这套单价是30万。30万？对。10月1号左右成交了一套。就是低区的，2号楼的8楼801，它的面积是317平，它的成交价就24万，价格相差很大，二手房一房一价嘛，所以你看它是24万的成交单价到30万的一个成交单价，就目前翠湖5期成交的。翠湖4期成交价从7、8月份的一套，就是低区的6号楼的6号楼的202。它的面积是189平，然后它的成交价是单价是22万5，是4050万，它的成交总价和单价是这个价格。但是年前12月份是成交了2套，一套单价是33万，是复式吧，这是特殊户型复式。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购买这些房产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客户呢？那肯定都是叫巅峰人士、企事业老总。或是明星，国际一线的明星，然后董事长、企业家，都是这些人。那应该都是知名人士吧？新闻中经常能看到的那种。应该正常都是这样子，应该都是身价都是过亿或几十个亿的。要几十个亿这样子。对，你想想，他的一套房子，普普通通哪套房子都是到1个亿左右，起步都在5000万左右的。能买这样的房子的哈。我们天天做豪宅，我们说，上海的豪宅，它针对的客户群体，不光是我们全国的企事业董事长，它包括也是全球的，是吧？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些外国人过来购买？多也有也有。外国人他基本上是哪些国家的比较多？你知道吗？都有。欧美这些客户，他一般他的付款方式会怎么样？会贷款吗？贷款的很少，几乎很少。越是豪宅的，越贷款的很少。全部都是全款付清。对，因为他们有的房子，哪怕他全部全款买进，后面他可以再去做抵押或者做其他的呀。几乎都是全款的多。几乎都是全款的多。我们接触到的贷款的很少。那像那个22年的时候，就是上海的房产它有一个高峰期嘛？对，那时候是最高峰。所以翠湖它有没有稍微往下跌一跌？二手市场的话，二手市场肯定跌得多呀。
跌了有30%左右的。就我今天刚刚也统计了有一个，之前啊，成交高峰期的时候，就我们翠湖2期啊，是06年的户型，06年的，06年的房龄哦，06年的房龄，我看，我刚才写了一个，它成交是多少？成交最高峰的是26.4万，然后现在近期刚刚成交的是20.03万。哦。20万多一点点。那这样差不多。它的就是一个跌幅，跌到23%到30%这样子。有这个跌幅，也有这样的一个跌幅。其实就是目前的话，如果你想买翠湖，不挑楼层的话，低区的在17万左右还可以帮您找得到。但是1到3期啊，4期5期26万左右能挑得到。也是不挑楼层，可以挑一挑。但是楼层可能就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低一些，低楼层的。那户型也不要太挑了。都说翠湖卖的很奇怪，很神奇啊。2022年市场是非常好，2023年市场是非常低迷的，上半年是非常难。我们前3个月几乎都是不开单不动量的，但是和下半年到10月、11月、12月这3个月927新政之后，市场猛然火起来，1个月的成交量相当于前3个月的成交量。是吗？是的。去年就翠湖还成交了将近100套，去年也成交了100套。对，我们有成交数据。那不是说统计出来了？不是整体都说去年的市场其实也都非常低迷嘛？但是其他地方你说它跌得多吧，它跌的也多，也跌到20%-30%。但是它豪宅嘛，毕竟还是很抗跌的。我们说真豪宅抗跌，伪豪宅了肯定就跌的。所以它金融属性还是有点强的，对吗？对，你现在现金拿在手上，你做其他的投资，买黄金啊或者炒股票啊，还没有放在房产里面安全呢，是吧？也是。那我想问一下，现在翠湖的租赁市场如何呢？租赁做的也是不错的呀，蛮火的是吧？是的，特别是4期5期一房难求。一房难求。对，5期的话3房出来几乎没出来。我去年就是235的235，翠湖5期的235平的一个3房，8万左右一个租金，客户出价找不到房子。我手上有一个业主刚刚成交掉的，7、8月份成交到的，因为他签的合同比较晚一点嘛，到11月、12月份业主才交房，因为业主还要在里面住一段时间，是自己房子没买好，还是自己买的房子要装修，他即使房子我卖给你了，但是你还得让我继续住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房子我们就几个客户，3、4个客户盯着要，这么火爆，也不看户型不看啥的，就是你出来了就8万左右。8万1个月的租金，对200多个平方，那其他的10几万的也正常，也有，对，10几20几万的都有，最后都有。都是些什么样的客户要去租赁呢？就是高端的、高净值的。据你所知，可能有些什么行业的？对，什么行业都有。对，这个就不一定了。不一定了。都有，以前外资企业的也多，外企的在这边租的也特别多。现在呢？现在去年冬天稍微差劲一点吧，有些好像外资企业走了，撤资了走了。是。有的是有退租的，转租的也有。有转租的。但是想住翠湖的人还是很多，还是络绎不绝。对，他不愁租赁这一块。不愁。翠湖的房子你买来，哪怕是1到3期。17、02、03年的房，你现在的成交价依然18万、20万这样。很坚挺。对，坚挺，一直坚挺。你说上海哪里的房子一直到现在还02年的户型呀，02年的房龄相对来说有点老了是吧？对，到将近20多年了呀。对啊。但它依然是18万到20万。你要16万，你出个16万让我给找到房子找不出来。找不出来。真找不着，你给我钱我也找不到呀。它是真豪宅，看来。但是他房子租好租得很，有一套1楼的我。拍完就是房子一出来，我们不要去做一个网络推广嘛，我们去拍。我前面拍过，后面没2天，其他同事还没去拍，准备去拍的时候，1楼带院子的，立马2天出来租了。还有的房子没出来就提前有人预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翠湖5期一样的，你3房只要出来，我提前预定。太火爆了吧，这个租赁市场。是，翠湖，所以说要作为投资来讲啊，你钱如果你要想想你买其他的不靠谱的话。你放在买翠湖买套房子，2000万起步上车吧，翠湖是1到3期的5期要从4期5期要从5000万起步6000万这样子的。天哪，那
你对25年的豪宅市场你怎么看？25年豪宅这一块的话，虽然黄浦区这边有好几大新盘在开发，但是二手房市场好的房子依然不缺卖的。去年1年差不多消化的好多损盘，性价比高的业主诚意卖的房子几乎销空，销空了，现在所剩无几，没有几套。天哪！所以说现在我看现在你要是找了个289的，291的，还有325的，翠湖1到37的好的户型，翠湖包括4757，现在有的人买房子他们会买，他知道每个小区最好的户型是哪几个户型，真正诚意卖的每个小区找出来3套以上。真正好的房子人家也不太愿意放。对，不愿意买，就愿意持在手上。对。57现在能看的话，317平的，诚意在卖的也就2-3套。很少嘛。要不就358的都要1.18个亿，价格要不是高了，要不就是诚意卖的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是能让你价格能接受的没几套。说翠湖67去年那个卖的，那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在10月份之前那个市场上刚刚就是927新政之后，对市场有一点波动的时候，很多买房的人还是看跌，还持币观望嘛。是。对。但是真正有钱的人，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买了翠湖67还就要买一套翠湖57。这个人，我觉得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得到的信息或者他们对市场的行情的一个观点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房子，就是房产市场，我们发一些视频，也发一些讲房，后面就有很多喷子喷。你觉得市场好，那你怎么不多买几套？你天天在人家有的在唱衰，我们天天在防吹，说我们是防吹。其实我们能感觉得到，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是。稍微政策一点点波动。你看现在有降贷款的利率啊，然后放开限购啊，然后个税减免啊，契税减免啊，现在刚刚2月1号又出来一个就是增值税也会减免啊，这一波的政策出来，这国家都大放水，现在钱往哪里去？有钱人的钱，他更不知道往哪里去。他钱太多了，他就随随便便一套就是全款，1个亿。对，所以说他们不缺房子嘛，就我们说。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个问题，就豪宅的尽头到底是大冰层，还是买风貌别墅，还是买独栋别墅？所以是什么呢？现在有钱人，哎呀，怎么说，有人没住过的都想去体验一下，体验过之后，那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我们要算，我有这套房子，它的物业费是多少，持有成本每个月这些都要算进去的。它全部都要算一下。对。它的持有成本，看哪个更划算。是的。所以你说贷款买房的毕竟还是刚需多一些，是普通人对，要么就是置换的改善的，要么就是资产整合的，对吧？有钱人他肯定就是多套变少套，变优质一点。是有的我身边有遇到的也有，就是朋友也是客户吧，他们房子多了，他要交那个房产税是吧？现在国家有房产税，那他会把。就是增长幅度不大的，或者是房龄老一点的房子，他就可以把它挂牌卖掉，他就持有更优质一点的，更次新一点的。现在新开盘的房子也多，就买更新的、更好的，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资产，是这么回事。其实好的房产，你的周围的邻居也更加优质了，对吧？对，圈层，我们说的圈层，就像我说翠湖，说中海建国里、复兴农域，包括中海顺昌9里、红昌9里、陆香园，这个圈层里面。纯别墅的或者高端住宅的里面，你的邻居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50个亿到100个亿。我们去年数了一下，好像黄浦区过100亿或者几十个亿身价的有好几千，好几千个人。对，好几千位是吧？对，具体有业主啊，这个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然后自己去统计一下，可以统计出来的。黄浦区好富裕啊，太富裕了。上海的豪宅啊，除了黄浦、徐汇。依然还是黄浦、徐汇啊。黄浦跟徐汇。对。徐汇那边好像有一个什么云锦东方什么的，是吧？云锦东方也还是不错的，也还不错，是吧？去年又出来一个启源呐。都是非常不错的豪宅区。要再远一点的，就是那就远了。像浦东去年别墅卖的也是特别好。去年别墅也卖的很好啊。去年的浦东别墅卖的特别好。现在越是说经济下行的时候，刚需买房不动的时候。豪宅市场反而不受什么影响，就依然很火爆。对，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对，我不能说天哪，太火爆，依然卖得非常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好像跟我普通人的认知有点不一样啊。对，普通像刚需的话，刚需或是一般的改善的呀，这样2000万以内的，哎，去年2000万以内卖的也非常好呀。是呀。那很多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他把不太好的房产他卖了，他对资产优化一下啊，他就优化起来了。比如说你手上有4套房、5套房，那你肯定把1000万以内的房子，你把它卖，你买2000万、3000万的，对，没错，2000万、3000万的，你要么买到一手就买一手，买不了好的一手的位置地段肯定比不了二手，对吧？所以说真正好的资产，特别优质的资产放出来。其实老早盯着他的人就多得不得了了呀。是。